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、王劲松戏外深谈父女情，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。2026年3月13日的夜晚，一篇名为《婉之日记》的长文在微博悄然发布，文字的作者是演员谭松韵。没有宣传海报，没有剧组营销口号，也没有刻意的热搜操作。这篇长文像是一封写给角色的信，也像是一段写给观众的心声。短短几个小时，它却迅速在网络上扩散开来，让无数追剧观众重新审视电视剧《我的山与海》中那段沉默却深沉的父女情。而更让人动容的是，2小时后，剧中饰演养父孟思远的演员王劲松也出现在评论区。他只写下了几句简单的话：婉之还在你的心里，父亲在遥远的故乡，在那个距离1天1夜火车的山里县城，但心里有一座桥在跨越相连，是牵挂，是亲情，是责任。有句话，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。双引号，短短几十个字，却像一颗石子落进水面，在观众心里荡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。许多网友后来回忆，那一刻仿佛不是演员之间的互动，而更像是剧中那对父女在现实世界里继续对话。一篇角色日记，写出复杂的父女情。谭松韵发布的《婉之日记》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宣传文，他并没有站在演员的角度谈表演技巧，而是完全以剧中人物方婉之的第一视角写下这段心路。在这篇长文里，方婉之不再只是剧情里的角色，而像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。他回忆自己被原生家庭抛弃的童年，回忆被孟思远收养后的复杂情绪，也坦白了自己一直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自卑与愧疚。我总觉得自己是闯进别人生活里的那个人。双引号，那份人生本不属于我，我只是被命运误送到了那里。双引号，这样的自述让许多观众第一次真正理解方婉之。在剧中，他对养父孟思远始终保持某种距离感，哪怕对方一次又一次去深圳看望他，他依然拒绝回家。很多观众曾经疑惑，为什么他明明被善待，却总显得冷漠？而谭松韵的文字给出了答案，那不是冷漠，而是不配的感。一个从小被抛弃的人，往往会下意识怀疑自己是否值得被爱，于是越是珍贵的情感，越让他不敢靠近。不配的感让爱变得曲折。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低自我价值感，它往往来自童年创伤，让一个人即使拥有幸福，也会怀疑那是否属于自己。方婉之正是这样的人，他知道孟思远对自己很好，他也知道这个男人给了他真正的家，可越是这样，他越觉得愧疚。剧中有一段情节，孟思远因为女儿的事情差点身败名裂，这件事成为方婉之心里无法解开的结。他开始反复问自己，如果没有我，他是不是会过得更好？于是他选择远离，他宁愿把爱藏在心里，也不敢坦然地喊出那一声爸。谭松韵在文章中写道，有时候不是不想回家，而是怕自己不配回家。双引号，这一句让许多观众瞬间破防。王劲松的一句评论让全网泪目。就在这篇文章发布2个小时后，王劲松出现了。很多人以为他会写一段掌评或者转发表达感谢，但他没有，他只留下了一段向父亲写给女儿的文字。那段话里没有复杂的修辞，也没有演员之间的客套，只有一种很朴素的情感，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。双引号，这句话本身并不复杂，却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，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心里最简单的真相：家不一定是房子，
家是有人在等你。王劲松对角色的理解。事实上，在3月10日，王劲松就曾经在微博分享过自己对孟思远这个角色的理解。他写道，在塑造这个人物时，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。那一代人不善言辞，他们很少说我爱你，但他们会默默做很多事情，比如深夜修好坏掉的电灯，比如默默把最好的饭菜夹到孩子碗里，比如在孩子离家工作时，总是提前问一句，钱够不够用？双引号。孟思远就是这样一个父亲，他不擅长表达情感，却用行动守护女儿。很多观众后来评价，王劲松演的不是角色父亲，而是真正的父亲。观众重新理解方婉之。随着《婉之日记》的传播，许多观众重新回头看这部剧，一些原本被误解的情节也突然有了新的解释。比如方婉之在父亲面前的冷静，比如他一次次拒绝回家，比如他看似强硬的态度，原来那不是冷血，而是自我保护。有网友写道，以前觉得他太倔，现在才明白他只是太怕失去。双引号。还有观众感慨，自卑真的会把爱拖成很曲折的样子。双引号。这句话很快被转发上万次，因为很多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看见了类似的影子，网友的真实共鸣。这次讨论中最动人的其实不是剧情分析，而是网友分享的真实故事。有人写，我也是被收养的孩子，看到这段真的哭了。我小时候也一直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家。双引号。有人说，我离开家工作10年，每次回家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说想他们。双引号。还有人简单的留言，看到那句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，直接哭了。双引号。这些评论让整件事变得更加真实。电视剧的故事和现实生活慢慢重叠在一起，嘴硬心软的角色魅力。很多观众认为，方婉之这个角色之所以打动人，是因为她非常真实。她不是完美的女儿，她会逃避，会倔强，会把关心藏起来。可正因为如此，她才更像普通人。现实里的亲情从来不是每天拥抱和告白，更多时候她是沉默的，就像孟思远那样，她说的话很少，但做的事情很多，做多过说的父爱。孟思远这个角色也让很多观众想起自己的父亲。有网友留言，我爸也是这样的人，从来不说想我，但每次回家他都会提前买我爱吃的东西。双引号。还有人写，我爸不会表达爱，但他会在我加班的时候一直等我回家。双引号。这些普通的细节恰恰是亲情最真实的样子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孟思远的形象才显得格外动人。一场戏外的情感延续，谭松韵和王劲松之间的互动也被很多人称为戏外的父女对话。他们没有刻意制造话题，没有刻意营销情感，只是很自然地回应角色，但这种真诚反而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量。有网友评论，他们没有在演戏，他们是在认真对待角色。双引号。网络上的祝福与赞美，随着讨论不断扩大，越来越多观众加入留言。有人称赞谭松韵，她真的很会理解角色，每次写人物都很动人。双引号。也有人夸王劲松，王老师的父亲角色简直是教科书级别。双引号。还有网友感慨，这部剧最打动人的不是剧情，而是情感。双引号。很多人也对这对父女档送上祝福，评论区里出现了许多温暖的留言，希望他们以后还能再合作。双引号。这样的演员值得更多好作品。双引号。谢谢你们演出了这么真实的父女情。双引号。
一句话的力量。很多年后，或许大家不会记得剧情细节，但那句简单的话很可能会一直被记住。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。双引号。这句话之所以打动人，是因为它太真实。人生会有很多变化，工作、城市、生活都在不断改变，但家始终在那里。只要父母还在，那盏灯就还亮着。电视剧之外的情感意义。很多评论认为《我的山与海》之所以成功，不只是因为剧情，更因为它触碰到一种很普遍的情感，那就是家庭。亲情往往不会轰轰烈烈，它常常藏在沉默里，藏在一顿饭里，藏在一句看似普通的话里。而这一次，谭松韵和王劲松用表演让这种情感被更多人看见。观众的最后评价。在整场讨论中，有一条评论获得了最高点赞。那位网友写道：原来最好的父女关系不是每天说爱，而是无论走多远都知道有人在等你回家。双引号。也许这正是我的山与海想表达的东西，也是那句简单的话真正的含义。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。